大家好，我是老岳。这两天 AI 圈出了件挺有意思的事，英伟达的黄仁勋头一回开了个人 X 账号，发的第一条帖子就是替开源模型站台。他带着一封20多家公司签名的联名信，劝美国政府别把开源模型管死。而背景呢，是这一周英伟达的市值刚被中国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冲了一波。再看网上吵得更热闹，一派说开源是人类之光，另一派说闭源必死，你不开源就等着被便宜的开源模型淹死。那今天我就把这件事的底牌一层层翻给大家看。我的判断是，这场开源闭源之争没有谁对谁错，全是生意，是一场多方力量的博弈。前半段咱把博弈讲清楚，后半段落到咱们频道的本行，这事对投资有什么指导意义？喜欢这类内容，欢迎点个订阅，点个赞。数据都截至2026年7月25号。开源这个词其实是被偷换了概念的。要看懂这场博弈，得看它到底开了什么，没开什么。一个大模型公司手里的家当分4层，第一层开接口，你付钱调用，别的不给。OpenAI、Anthropic 就是这样。第二层开权重，把训练好的模型文件给你，你能下载，能部署，能微调。第三层开代码，把推理训练用的工程代码给你一部分。第4层才是真开源，数据、配方、全流程都给你，你能从头复现一遍。打个比方，模型公司是个饭店，第一层是只许堂食，第二层是把做好的菜给你打包，你能吃，能加热，能自己改味，但菜谱不给。第4层才是菜谱加进货渠道全交出来。那现在媒体天天说的开源是哪层呢？基本全是第2层开权重， DeepSeek 开的是权重，协议很大方，还放了些基础设施代码，但训练数据、完整配方从来没开过。最近很火的 Kimi K3 号称最大的开源模型，28000亿参数，它开的也只是权重。而且你注意一个细节，它发布那天先发的是跑分成绩，权重要等11天之后才放，先赚一轮头条再交货。所以啊，你听到的开源和字面上那个开源差着2层呢。那有人就问了，权重都给你了，还不算诚意吗？咱得说公道话，权重是真东西，但你得知道它是什么，不是什么。权重就是训练完之后那几万亿个调好的数字，拿到它，你能用，能部署，能在自己的数据上微调，这都是实打实的让利。但你没法从权重反推出人家是怎么训练的。就像你拿到一块炼好的钢，化验能知道成分，可你推不出炼钢厂的工艺、温度，加了什么料，失败了多少炉，数据怎么配比，怎么清洗，强化学习那段怎么做，几万张卡怎么调度不崩，这些才是真本事，一样都没开。所以开权重开的是产品，不是生产线。再说对咱普通人的意义， Kimi K3 那个块头，就算用最狠的压缩，光装下它就得 TB 级的显存，那是几十万美元的机器，你我根本跑不动。跑得动的小模型呢，能力又比不过花20块钱订阅的旗舰，所以对个人来说，订阅几乎永远更划算。真正用得上开源权重的是谁？是法律上不能把数据交给美国公司的企业，是拿模型当原材料做产品的创业公司，是卖算力的云厂商，是搞研究的。媒体把开源说成人人受益的普惠，这层是包装。那既然开权重不是慈善，图什么呢？咱站在 DeepSeek、Kimi 的位置想一想，前面跑着 OpenAI、Anthropic， 人家做得早，模型强，品牌硬，你正面按闭源打，收费卖接口，谁买你的？打不过怎么办？掀桌子，把接近第1梯队水平的模型免费放出来，全世界开发者一看，8、9成的活免费的就够用了，那凭什么再给 OpenAI 付高价？这一下模型这个东西本身的价格就被砸下来了，领先者的租金收不动了，
追赶者的名声起来了，这就是弱者的最优策略。我本来就收不到猪，烧的是你家的猪约。而且开源这块牌子还有2个附赠，一个是广告 ，Kimi K3 冲上开源第1的榜单，全球头条免费送。融资的时候估值就是不一样，你看他先发榜单后放权重那个节奏，这个发布首先是资本动作，另一个是抱团，开源阵营里落后的和落后的互相联合，你用我的模型，我用你的工具，生态滚起来，一起去抢领先者的生意，弱者与弱者联合去抗衡最强的，这在商业史上是老剧本了。紧跟着的问题就来了，菜都免费送了 ，Kimi 们靠什么赚钱？答案说出来你可能会愣一下，卖 token 跟 OpenAI 一模一样的收订阅费。都开源了还收费，谁交这个钱？还真是绝大多数人交。因为上一环讲了，95%以上的用户和企业根本没能力，也不划算自己部署。菜是免费的，可你家没那个厨房，最后还是得来饭店吃，饭钱照付。这里面有个行外人最容易漏的账，规模经济。同一个模型 ，Kimi 自己的集群上千张卡排满了跑，利用率极高，摊到每个 token 上的成本极低。你自己买卡部署，一天用几个小时，卡大部分时间吃灰，单位成本是人家的几十倍。所以哪怕模型免费，他卖推理服务还是比你自己跑便宜。这生意就成立。发电机的原理是公开的，你也不会自己发电，对吧？除了卖 token， 还有2条路，一条是企业服务，银行、国企要私有化部署，光有免费权重不够，要部署支持，安全兜底，出了事有人负责，这些按年收费，这是当年 Linux 免费，红帽公司靠服务一年卖几十亿美元的老路。另一条也是眼下最大的一条，融资、开源冲榜、圈用户、抬估值，拿投资人的钱接着烧。所以你看明白了吧？权重是广告， token 才是商品。反过来问，既然开源名声这么好， OpenAI、Anthropic 为什么死活不开？有人说他们傲慢，其实人家只是会算账。OpenAI 靠什么赚钱？全世界企业按 token 付费，因为最强的模型只此一家，这是租金。现在假设他把旗舰权重放出来，会发生什么？第2天，各家云厂商就把同一个模型架起来，价格砍到贴着电费卖，租金当场清零。他得到什么呢？一波头条开发者的好感。可 OpenAI 缺流量吗？它已经是全世界流量最大的 AI 公司，再买名声，边际价值差不多是0。你看，同一个动作，对追赶者是掀别人的桌子，对领先者是烧自己的房子。而且权重这个东西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，竞争对手直接在你最强的模型上微调蒸馏，你几年几百亿美元烧出来的领先，一夜变成全行业的公共财产。安全上也一样，护栏是可以被微调拆掉的，闭源起码能在服务端把住关。所以领先者闭源不是情怀问题，是他的位置上唯一理性的选择。这一环是很多人看不到的，但可能是最核心的。闭源背后站着云，云背后站着投资人。咱把钱的流向走一遍，微软往 OpenAI 里投了上百亿美元，图什么？图的不只是模型分层，是绑定 GPT 闭源。企业想用最稳的渠道，就得走微软的 Azure 云。一家美国医院要用 AI， 他跟 OpenAI 签协议，数据合规、部署运维全在微软的云上跑。1年下来，医院付的钱大头其实是云服务费，模型是入口，云才是收银台。云这门生意规模效应极强，多一个客户几乎全是利润。那你想，如果 OpenAI 把权重开了，会怎么样？谁都能部署，甚至有人把模型架到电费便宜的地区，转手倒卖算力和 token， 价格砍到骨头。医院还非得走 Azure 吗？不用了，微软的云收入、OpenAI 的接口收入一起被切走。所以不是 OpenAI 一家不想开，是他身后的整条利益链，投资人、云厂、商都不答应。这也解释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，为什么闭源公司融资那么顺？因为闭源才有租金，有租金才有估值模型，
投资人投的就是这个收租的故事。讲到这，你以为阵营分明了，有意思的就在这，巨头们全在两头下注。你看微软一边往闭源的 OpenAI 里砸上百亿，一边呢在黄仁勋转发的那封开源联名信上签了名，左手收租，右手喊开放，哪头都不落下。OpenAI 自己也放过小尺寸的开源模型，谷歌一直养着尖码小模型线，套路一样的，开便宜的当橱窗，蹭开源的名头，旗舰锁死。再看黄仁勋，他这 X 手帖来得很有讲究。这一周英伟达的市值刚被 Kimi K3 这个中国开源模型冲了一波，市场慌的是什么？慌的是中国模型效率太高，芯片是不是不用买那么多了？黄仁勋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不是贬低对手，是站出来替开源撑腰，还说美国公司当然可以用中国的开源模型，为什么？咱替他算算账。如果 AI 世界全是闭源垄断，全球就那几家巨头买卡，客户就5-6个，个个还在自研芯片想甩开它。如果 AI 满世界开源呢？每家公司、每个国家、每个实验室都要买卡跑模型，客户从5-6个变成全世界，所以卖铲子的当然希望人人都能挖矿。他喊开源和啤酒厂赞助球赛是同一件事，你把这3家摆一块看就全懂了。喊开源的是模型落后的和卖算力的，死不开的是收租的，两头下注的是哪头都想赚的，口号各不相同，翻开全是生意，没有对错，只有位置。好，博弈讲完了，下半场咱说投资。网上最响的一个说法叫闭源必死论，逻辑听着很顺，开源模型越来越强，还免费，大家都去用便宜的，闭源的东西没人买，等死吧。这话哪不对呢？底层逻辑不通的时候，细节都是烟雾弹。他漏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，领先。企业买模型买的不是便宜，是能力。我给你算笔账你就明白了。一家软件公司，一个工程师1年工资10几万美元，最强的编程模型比免费模型强出2成，帮每个工程师多干2成的活，这省下来的是几万美元的工资。这时候你跟老板说有个免费的模型，能力差半年到1年，他要吗？他不要。对商业客户来说，能力差距就是钱，为领先付费天经地义。所以只要 OpenAI、Anthropic 的旗舰保持领先一代，他们的租金就收得下去，不存在被开源白白吃掉。这几年你也看到了，开源追得再猛，最贵的那档 token 买单的企业照样排队。闭源会死的前提只有一个，模型不再领先，死于落后，不死于闭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闭源必死不成立，不等于闭源高枕无忧。开源世界越大，压力越大，这个压力是实打实的。这是有个现成的参照，手机。安卓是开放的，满世界铺，吃下了全球80%上下的份额。苹果是封闭的，就守着自己那2成。那苹果输了吗？恰恰相反，手机行业的利润大头一直是苹果拿走的。你可能一辈子只用 iPhone， 可正是满大街2000块的安卓机压着 iPhone 不敢卖3万。AI 大概率也往这个格局走，开源模型负责铺量，把模型价格摁在地板上，闭源旗舰负责收厚利，但定价权被开源顶着，每次开源出一代强的，闭源全家就得跟着降一轮价。这2年 token 单价跌成这样，一大半就是开源在旁边顶着的功劳，所以闭源领先者的终局很可能就是苹果，份额不大，利润很厚，但天花板被隔壁压着。而开源阵营呢，份额很大，利润很薄，模型本身不怎么赚钱，得靠云、靠服务、靠别的变现，两边都活着，两边都不轻松，这才是真实的竞争格局。闭源必死论还有个更大的漏洞，他把这盘棋当成死的了。其实开源闭源不是身份，是知识，位置一变，知识马上换。往一个方向说，闭源的真落后了，他随时可以把模型开出来，反正收不到租了，不如换名声、换生态、换开发者，及时止损，这张牌永远在手里，所以谈不上必死。往另一个方向说，开源的真跑到第一了，
你猜它还开吗？大概率开始收着了。证据早就有 ，DeepSeek 天天讲开源，训练数据开过一天吗？没有，真正值钱的配方，谁都赚得死死的。商业史上这种变脸多的是，追赶的时候人人都是开放信徒，坐上头把交椅就开始关门收租。所以位置决定姿势，今天喊开源的，明天领先了也会闭；今天死不开的，后天落后了也会开。把哪一边当信仰，都是把营销当了真。最后落到投资上，我的看法，个人观点啊，这场仗你别去赌哪一派赢，你去看3本账。第一本，闭源公司的账，别光盯模型排名，盯它的云。模型是入口，云才是收银台。微软赚的从来不只是 GPT 的钱，是企业上 Azure 的钱。判断这类公司就看一条，它有没有把模型的领先变成云和生态的收入。只会烧钱训模型，没有收银台的，再领先也悬。第二本，开源阵营的账要小心，开源模型公司自己恰恰是最难赚钱的，权重免费送 ，token 打价格战，主要靠融资输血，名气大不等于是好生意。真正稳稳受益的是谁？是给整个战场卖军火的。开源让全世界都能跑模型，全世界就都得买卡，所以黄仁勋才去替开源站台嘛。这就是那句老话，做提供赌场的人，不做赌博的人。模型公司在赌桌上厮杀，卖算力的，做云的在旁边抽水，稳赚。第三本，咱们用户的账是最舒服的，开源顶着闭源打 ，token 价格一路往下掉，应用越来越便宜，这场战争打得越凶，咱们占的便宜越大。所以投资上，我的筛子就一条，别看谁喊开源，谁喊闭源，看谁把模型的钱换成了别的收入，换成云的，换成卡的，换成服务的，那才是能落袋的生意。收一下今天的逻辑链，开源这个词，媒体说的其实是开权重，菜给你，菜谱不给。追赶者开权重是掀桌子加打广告，赚钱靠 token 和融资，领先者死不开，因为开了等于烧自己的租约。背后的云和投资人也不答应，巨头两头下注。黄仁勋踢开原站台是给自家厂子喊单，所以这事没有对错，全是生意位置决定之事。投资上，闭源必死论不成立，死于落后，不死于闭源。格局大概率走向苹果安卓，闭源守利润，开源铺份额，卖铲子的两头赚。骰公司就看一条，谁把模型的钱换成了别的收入。声明一下，这期提到的这些公司，微软也好，英伟达也好，我手里都没有仓位 ，OpenAI 这些也没上市。今天纯粹是把这场博弈讲给大家听。以上全是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科技行业变化快，决策一定自己拿主意。觉得有用，点个赞，订阅一下。我们下期见。